林静，我今天可是饿着肚子，就等着聊上期说好的如何在中国餐厅点餐呢？是啊，稿子都准备好了。不过这几天发生了一件全球瞩目的大事，就是2025年诺贝尔奖陆续公布了。感觉这个话题不仅重要，而且与大家的生活和未来息息相关，非常有聊的价值。咱们这个频道希望能和大家共同成长，正是因为这样，才想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对热点话题的思考，所以就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插个队。没错，大家放心，点餐那期节目一定会来，而且就在下一期。今天就请允许我们先斩后奏，带大家第一时间深入聊一聊今年的诺贝尔奖。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决定。这句计划赶不上变化本身就是一句非常地道的中文，正好也算是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开胃小菜了。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我是林静。大家好，我是方舟。林静，你对今年的诺奖名单第一感觉是什么？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些在80、90年代看起来纯粹是科学家为了满足好奇心的研究，现在居然成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关键技术。是啊，尤其是几个科学奖，感觉像是在给几十年前那些默默无闻的长跑选手补发金牌，感觉特别有意思。没错，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片科技改变世界的高歌猛进里，文学奖突然来了个急转弯，颁给了一位以晦涩和反乌托邦著称的匈牙利作家，感觉就像是一边在给我们打造未来的工具，另一边又在逼我们直面世界的残酷，这个组合就很耐人寻味。这种充满矛盾感的组合，恰恰是今年诺奖最值得聊的地方。那我们先从那个最贴近我们身体的奖项聊起吧。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次颁给了3位科学家，因为他们发现了我们免疫系统里的一个刹车机制。刹车机制，这听起来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发现解决了免疫学领域几十年的一个核心谜题：为什么免疫系统这支强大的军队不会调转枪口攻击我们自己？这个刹车系统，也就是调节性 T 细胞，就是维持我们健康的关键。我明白了，那反过来说，是不是很多疾病的根源就是这个刹车系统出了问题呢？对，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这个刹车在不同疾病中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在自身免疫病中是刹车失灵了，但在癌症中，狡猾的癌细胞却学会了利用这个刹车来保护自己。所以这完全就是一把双刃剑啊！一方面要防止它失灵，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它被敌人利用。是的，双刃剑这个比喻可以说是抓住了精髓。我看到资料里说，获奖者之一坂口智文的发现，初期其实并不被学界看好，甚至可以说是逆流而上。这种坚持己见的勇气，在科学发现里到底有多重要？这个嘛，这几乎是所有颠覆性创新的标准剧情了。在90年代，主流观点认为，免疫系统是通过一个叫中枢耐受的机制来防止自我攻击的。简单说，就是在胸腺这个新兵训练营里，直接把那些可能攻击自己的叛变 T 细胞给清理掉。听起来很合理，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但坂口智文不这么认为，他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把刚出生3天的小鼠的胸腺切掉。按理说，这只会导致小鼠免疫力下降，但结果呢，这些小鼠反而得了非常严重的自身免疫病，免疫系统火力全开，疯狂攻击自己。我明白了，这就像是把警察局给撤了。按理说，我们最多是担心新来的警察没人管了，或者指挥失灵，但结果却是，连那些本来在街上巡逻的老警察都开始乱开枪了。这说明问题没那么简单，肯定还有一支我们不知道的专门负责维持秩序的督察队也跟着消失了。对，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坂口智文就坚信存在这么一支督察队，但当时他的处境很尴尬，因为在他之前，学界早就存在一个类似的概念，叫抑制性 T 细胞。可惜
早期对这个概念的研究，因为实验证据站不住脚，已经被大家普遍看作是失败的尝试和一条死路了。等于是他想去挖宝藏的那个地方，早就被人挖过一遍，并且已经官方认证为废墟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坂口智文重新提出类似的想法时，几乎没人看好他。那后来是怎么实现反转的呢？我看到获奖者还有另外2位美国科学家，他们好像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切入的。这就是科学史上经常出现的殊途同归的精彩时刻。在坂口智文孤独探索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里，布兰科和拉姆斯德尔正在研究一种叫 Scurvy 的小鼠。这种小鼠天生就患有严重的自身免疫病，他们的目标很直接，就是找出导致这个病的基因。所以一个是在找一种督察细胞，另2个是在找一个捣乱基因。完全正确。他们通过非常艰苦的基因定位工作，最终在2001年找到了一个叫 FOXP3 的基因。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坂口智文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线索，在2003年证明 FOXP3 基因正是他多年前发现的那种督察细胞，也就是调节性 T 细胞发育和工作的总开关。所以 FOXP3 就像是这支维和部队的身份证和总司令。没错，就这样，一个出于好奇心的学术研究和一个目标明确的商业研发，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有点意思。那从一个普通患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自身免疫病患者还是癌症患者，这项发现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改变会是什么？这个改变是革命性的。对于类风湿、红斑狼疮这些自身免疫病患者来说，过去的治疗方法很粗暴，比如用广谱免疫抑制剂，相当于为了抓一个坏人，把整个城市的交通都给瘫痪了，副作用极大。现在我们知道了问题出在刹车失灵，那思路就变成了精准的修理刹车，也就是增强或补充调节性 T 细胞。那癌症呢，正好反过来。对，狡猾的癌细胞会招募大量的调节性 T 细胞，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保护罩，告诉其他免疫细胞这里没事儿，自己人，别开枪。这相当于癌细胞把我们自己的部队给策反了，在自己身边组织了一支伪军啊。你的这个比喻简直绝了，完全正确。狡猾的癌细胞就是会招募大量的调节性 T 细胞，形成一个伪军保护罩。所以现在最前沿的癌症免疫疗法，比如 CAR-T， 核心策略之一就是暂时性的把这些伪军给清走，也就是松开刹车，让免疫系统的攻击部队能冲进去消灭癌细胞。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00项基于调节性 T 细胞的临床试验在进行。我们虽然还在路上，但方向已经无比清晰了。这项关于免疫系统刹车的发现，不仅重写了我们对自身免疫疾病和癌症的理解，也让我们进入了精准免疫学的时代。而同样是基础科学的突破，物理学奖则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更微观，但却能从根本上影响我们未来的量子世界。是的，物理学奖这次的成果乍一听比医学奖要抽象得多，但它的影响力可能同样深远。获奖者们做了一件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他们证明了量子世界的诡异规则可以在我们肉眼可见的人造芯片上实现。等等，诡异规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薛定谔的猫那种，一个东西可以同时是死又是活，这怎么可能在宏观世界实现呢？我的咖啡杯可不会自己待在2个地方。哈哈，你的咖啡杯确实不会，但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3位物理学家，克拉克、德沃雷和马丁尼斯，他们没有用天然的原子，而是用了一种叫约瑟夫森结的微小超导电路。在接近绝对0度的极低温度下，这个肉眼可见的芯片居然真的表现出了2种核心的量子特性，一种叫宏观量子隧穿，另一种叫能量量子化。好了，我承认我已经跟不上了。宏观量子隧穿和能量量子化这2个词听起来还是太抽象了，有没有一个更生动的比喻？我试试看。你可以把宏观量子隧穿想象成在一个山谷里
有一大群人，大概几十亿个吧。正常情况下，他们要翻过山才能到另一边。但现在这几十亿人像被施了魔法一样，作为一个整体，瞬间集体穿透了这座山，出现在了另一边。几十亿人一起玩穿墙术，太疯狂了。那另一个呢？能量量子化就更好理解了。你家的灯如果是调光开关，那亮度可以是连续变化的。但他们发现，这个电路的能量状态就像一个老式台灯的旋钮，只能在关、1档、2档、3档这几个明确的档位上停留，中间不存在 1.5 档。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说这个电路的能量输出不是像水龙头的水流一样接连不断的，而是一格一格，像台阶一样的。完全正确，你抓到重点了。这种能量只能一格一格往上跳的特性，恰恰就是真实原子的标志性行为。所以这个发现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成功的把一个我们肉眼可见的电路变成了一个拥有原子核心特性的，并且可以精确操控的人造原子。我懂了，所以这个人造原子就是那个能玩穿墙术又只有固定能量档位的电路，对吧？那这个人造原子和我们今天热议的量子计算机到底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这个人造原子的固定能量档位，尤其是最低的2个档位，就成了编码0和1的完美载体。这就是今天最主流的超导量子比特的科学鼻祖。所以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谷歌、IBM 这些公司搞的量子计算机源头之一，就是几十年前的这个发现。完全正确。获奖者之一的约翰·马丁尼斯，他的职业生涯完美地画出了这条线。他在80年代做出了这个开创性的物理学发现，后来加入了谷歌，并最终在2019年带领团队用基于同样原理的量子处理器，首次实现了所谓的量子优越性。哇，这真是一场长达40年的长征，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实验到一个轰动世界的里程碑。这种长期主义的科研模式在现在这个追求短平快的时代，是不是越来越难了？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诺贝尔奖恰恰就是在肯定这种长期主义的价值。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次获奖的3位科学家本身就是一个科学传承的绝佳故事。马丁尼斯曾是克拉克的学生，而德沃雷也曾在克拉克的实验室做过研究。可以说，这个诺奖级的成果是在同一个学术圈里，经过师生几代人的努力共同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承的故事真让人感动。那除了量子计算，这项发现还有别的应用吗？有的。另一位获奖者约翰·克拉克，他还是 SQUID， 也就是超导量子干涉仪的先驱。这是目前世界上最灵敏的磁场传感器，已经被用在医院里，通过探测大脑神经活动产生的微弱磁场来诊断癫痫等疾病。从免疫系统的精妙平衡到量子世界的宏观奇迹，我们看到基础科学真的是在一步步刷新我们的认知。物理学奖是把宏观的东西玩出了微观的特性，那有没有反过来的，在微观的分子世界里当起建筑师，去搭建一些宏伟的东西来解决全球难题呢？问得太好了，这恰恰就是今年化学奖的核心——分子建筑学。如果说物理学奖是把一个宏观物体变成了微观的人造原子，那化学奖就是反过来，在微观的分子尺度上当起了宏伟的建筑师。这次获奖的是一种叫金属有机框架，也就是 MOFs 的材料。MOFs， 我看到资料里有个比喻，说它是分子乐高。这个比喻很形象。3位获奖者北川进、罗布森和亚基，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叫网状化学。他们把金属离子当作连接节点，用有机分子做连接壁，让这些建材自己组装成一个高度有序、内部充满孔洞的晶体结构。听起来很精巧，那它最神奇的地方在哪儿？
诺贝尔奖委员会好像还拿《哈利波特》里的东西做了个比喻。没错，说它就像赫敏那个魔法手袋，外面看着很小，里面能装下全世界。1克 MOF 材料，重量就跟1枚回形针差不多，但把它内部所有的表面积展开，能铺满一个足球场。一个足球场，太夸张了。那这么大的内部空间能用来做什么？用处太大了。这种超强的吸附能力，让它成了解决全球性难题的超级海绵。比如，可以把它设计成专门吸附二氧化碳的筛子，用来应对气候变化。我看到更神奇的是，它还能从沙漠空气里吸水，这听起来有点像科幻电影了。这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原理其实不复杂，就是 MOF 的孔隙结构被设计的对水分子有极强的亲和力，能高效地从非常干燥的空气中捕捉水蒸气。更妙的是，只需要用太阳光稍微加热一下，它就能把吸收的水以液态水的形式释放出来。这等于是在沙漠里凭空造水。这简直是革命性的。那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应用吗？还有，比如它可以安全高效地储存氢气，为氢能源汽车扫清障碍。前景确实非常诱人，但从实验室到大规模商业应用，比如造一个家用的空气驱水机，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挑战肯定是有的，比如生产成本、材料的长期稳定性等等。但这个领域的发展非常快，像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已经开始工业化生产用于碳捕获的 MOF 产品了。获奖者自己也创办了公司在推动商业化，所以它已经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了。这次获奖者的构成也特别有意思，他们分别来自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我注意到其中一位获奖者奥马尔亚基甚至有巴勒斯坦难民背景。是的，这清晰地表明，顶尖的科学创新已经不是少数几个国家的专利了。亚基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科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均衡力量。他本人从巴勒斯坦难民家庭走出，最终站上科学界的最高殿堂。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对这句话最有力的证明。一个更加多元化、全球合作的科学新时代真的来了。从分子建筑学的精妙设计，我们看到了科学如何为人类提供解决现实困境的强大工具。但是技术发展越快，我们就越需要艺术来帮我们看清和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接下来我们就转向文学奖。是的，文学奖的选择可以说是今年诺奖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个决定。获奖者是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姿态。在一个被短视频和碎片化信息主导的时代，诺贝尔文学奖却颁给了一位以不妥协和晦涩著称的作家。我听说他写的句子可以绵延数页，听起来就像是故意给读者设置障碍。这种风格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这绝对不是炫技，而是它艺术的核心。它的长句本身就是一种叙事，阅读它的文字，感觉就像是被迫上了一趟没有停靠站的火车，窗外的风景在缓慢的、无休止的倒退。这种句法完美地模仿了书中人物那种偏执的、不断循环的思绪，也模拟了整个社会在停滞中缓慢走向崩溃的过程。我明白了，形式及内容，你不是在读一个关于末日的故事，你是在句子里亲身感受末日降临的过程。说得太好了，而且他笔下的末日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砰一下的大爆炸，更像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过程。生活里的意义在慢慢消失，直到最后什么都不剩，是一种所有人都知道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但又无能为力，只能在绝望中等待一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救赎。这种感觉好像和我们今天面对很多全球性问题时的无力感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正确，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强大的科学工具本身也可能加剧这种末日感。量子计算可能带来无法破解的监控，基因编辑技术可能带来伦理危机，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价值就在于他逼我们去思考，当我们拥有了上帝般的工具后，我们的人性是否准备好了。他所描绘的那种等待戈多式的精神状态，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焦虑。所以，诺贝尔奖选择这样一位对读者要求极高的作家，是否也是在向商业化、大众化的文学趋势发出挑战？这种不妥协的艺术，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究竟是会变得更小众，还是反而能引发更多人对深度思考的渴望？我认为是后者。瑞典学院这次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很有深意的文化信号。他在主张，面对一个日益复杂和令人不安的世界，有深度、有挑战性的艺术是必不可少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学不提供廉价的希望，他要求你直面世界的混乱，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去创造、去沉浸式的阅读这样复杂的艺术，这本身就是一种抵抗。我明白了，背后的意思就是在一个人人都追求轻松和娱乐的时代，选择去读这种难懂的书，是一种主动的、有深度的思考行为。这能让我们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被潮流轻易裹挟。回顾我们今天聊的这几个奖，我感觉有几个共同的主题浮现出来了。对，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基础研究的长期主义，无论是免疫学的刹车机制、物理学的宏观量子效应，还是化学的 MOFs， 这些成果都源于几十年前看似纯粹的学术探索。是呀，他们都跑了一场漫长的马拉松，而不是短暂的冲刺，而且挑战现有教条的勇气也至关重要，就像坂口智文那样。是的，另一点就是科学的全球化和多元化。化学奖获奖者的构成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顶尖的创新不再局限于少数几个中心，而是由全球不同背景的智力共同驱动。说得对，而把这些科学奖和文学奖放在一起看，就构成了今年诺奖一幅非常引人深思的图景。科学与艺术看似不同，却殊途同归。没错，科学奖项庆祝我们理解和重构世界的能力，给了我们解决问题的强大工具；而文学奖则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它告诉我们，技术本身并不能回答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这类最根本的问题。就在我们以为这就是全部图景的时候，刚刚公布的和平奖又为这幅画添上了最关键的背景。获奖者是委内瑞拉的玛利亚·科里纳·马查多，表彰他为争取民主权利所做的努力。这个选择可以说是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提供了地基。我们所赞叹的科学创新和艺术自由，都需要一个和平开放的社会环境来滋养。马查多女士所奋斗的正是这个能让科学和艺术之花绽放的土壤。说得太好了。所以2025年的诺贝尔奖其实为我们指明了通往未来的3条路，一条是科学之路，赋予我们改造世界的力量；另一条是艺术之路，提供了理解和承受这个世界所需的智慧。而第3条也是最基础的一条路，是和平与自由之路，它保障了前2条路能够走得通，走得远。这也给所有人留下了一个问题，在一个日益被算法和效率主导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保有足够的耐心去拥抱那些无用之用，无论是漫长的科学探索，还是难懂的艺术作品。是啊，这或许是今年诺奖留给我们最深远的思考。比如，你上一次静下心来读完一本难啃的书，听完一期喜欢的播客是什么时候？你是否愿意支持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但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基础研究呢？对于诺贝尔奖这个话题，屏幕前的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没错，也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创作的最大动力。我是林静，我是方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